凭什么？奇怪的世界故事多 ，Hello， 我是琪琪。今天的主角你可能刷到过他16岁在《变形记》里喊出那句经典的"活到老，整到老"。但或许你不知道的是，他不是在被拍，而是主动把自己的人生交给了镜头。这个叛逆少女后来19岁整容33次，25岁4婚3离，一边阵痛生娃，一边直播带货。婚礼现场插播广告，离婚复婚像手机更新一样快。你以为他混乱，其实他比谁都清醒。你以为他停不下来，其实他早就在算每一步。他把人生拆成节点，把节点变成内容，再把内容换成钱。他就是韩安然。2015年，16岁的韩安然带着一头显眼的黄发、鼓起的苹果肌和浓重的睫毛膏，出现在湖南卫视纪实节目《变形记》的镜头里。这档节目的设定是让家境优渥的城市孩子与条件艰苦的农村孩子短暂互换人生，试图达到让孩子们改变想法、学会换位思考的目的。那时候的韩安然是节目组选定的城市主人公，但时至今日都很少有人知道，当初其实是他自己主动报名参加这档节目的，只因为他知道这档活了10几年的节目一定会成为他人生的跳板。多年后再谈及此事，他毫不避讳地说，为了红，我把那些叛逆小孩的精髓都学了个遍。韩安然的精心设计没有落空，《变形记》第11季播出后，呈现在公众面前的是一个爆点浓度极高的城市家庭。出生于1999年江苏南京的她是家中的独生女，父母在她很小的时候就分开了，她跟母亲生活，1年后母亲再婚，从此韩安然的性格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她自己的讲述中，母亲对她的关注越来越少，不仅把她送到了寄宿学校，还很少联系她。后来母亲又生了一个妹妹，两人之间的关系就越来越疏离了。孤独的她养了一只小狗，晚上害怕时就抱着小狗睡觉。观众们一开始都试图理解她，青春期父母离异，忽然多出来的继父与妹妹，这些都可能让一个女孩子感到迷茫敏感。但她在节目里干的事儿啊，几乎每一件都足以单独登上热搜榜。好好的书不读了，初一就直接辍学，请同学吃饭动辄几千块，转头就说这叫有钱任性。稍有不顺心，摔门砸东西，逮着母亲和继父就是一顿吵，甚至动手推搡。这些都还算是基础操作，最让观众感到目瞪口呆的是，他非常热衷于整容，每个月都要定时向脸上注射玻尿酸，甚至把活到老整到老当成自己的至理名言。不过通过节目组的一顿整活，这个一直在镜头面前叛逆到飞起的女孩，竟然在节目的最后声泪俱下的跟继父道歉了，甚至还保证以后不会再执着于整容了。父女俩和解相拥的画面，当初不知骗走了多少人感动的眼泪。韩安然也迅速成为当季最具话题的主人公。而变形记结束后，他内心比谁都清楚，叛逆才是他真正的流量密码。那么下一步就是趁热打铁，把这份关注彻底变现。趁着变形记刚播完的余热，韩安然一刻不停地开始在网络上打造新的人设。他用最直接的方式开局，整容、炫富、恋情3管齐下，开启了他的初代网红之路。19岁时，他整容的次数已经多达33次。他一边承认自己骨子里自卑，一边在镜头前展示越来越精致的外貌，巧妙地把自己对整容的执着归结于原生家庭带给他的不安全感。这种自我剖析也让他迅速攒下了一批懂他的粉丝。他的微博内容也很有早期网红的典型风格，比如普通人望尘莫及的昂贵礼物、精致的下午茶、奢侈的名牌包包，化妆桌上摆的全是大牌护肤品。除此以外，真正让网友欲罢不能的是他连续不断的狗血恋情大戏。就在节目播完的当年，他高调官宣了自己与一位名叫马文超的网红恋爱了。此前，马文超参加过大型选秀节目《中国好男儿》，获得第16名的成绩。俊男靓女，怎么看都是青春偶像片的开局。可谁也没想到，这段恋情刚开局就走向了炸裂。马文超的正牌女友突然空降网络控诉，韩安然是破坏他感情的第三者。随后3人轮流下场互骂，曝光聊天记录，晒暧昧合照，发长文互怼，骂战持续了整整2年。有人骂他小三，有人骂南风渣男，有人骂正牌女友爱作。可不管谁骂谁，韩安然在大众的视野里都刷满了存在感。
2017年，韩安冉与马文超联手上演了一场恋情收官大戏，一个指责对方有暴力倾向，吃软饭，另一个就说对方整容，还曝光他整容未恢复的素颜肿脸纱布照片。这场互撕结束后韩安冉流量再次暴涨，随后他迅速投入了下一位男嘉宾的怀抱。这位幸运儿名叫邱思田，在网络上以小猪先生著名。在两人恋情曝光时，他已经拥有200多万的粉丝了。两位网红深谙捆绑出现1+1大于2的流量逻辑，毫不吝啬地在网上高密度撒糖。他们常常同一时间发布情侣照，在直播间相互吹捧秀恩爱，一起参加通告，让粉丝们磕了2年的糖后，也是时候让王子和公主走进婚姻的殿堂了。那么婚后的韩安冉夫妇将靠什么继续维持流量呢？答案可能会让你惊掉下巴。2019年3月，刚过完20岁生日的韩安冉与小猪先生领证结婚，这本该是童话故事的高光时刻，但他们给出的不是浪漫，而是观众们爱吃的各种瓜。仅仅过了1个月，韩安冉便生下女儿小猪妹。让人瞠目结舌的是，她居然在生产阵痛时坚持一边直播一边让小猪先生带货，将整个生育过程完全商业化。直播生娃事件极大地吸引了公众的眼球，夫妇2人开启了疯狂吸金模式。2个月后，两人补办了一场让韩安冉涨粉300万、收入破100万的婚礼。婚礼现场从流程到细节几乎全被拆解成可消费的片段，敬茶时顺便卖茶叶，敬酒时带上白酒广告，交换戒指也能插入品牌合作，伴手礼直接挂上商品链接。一场原本象征爱情的仪式，生生被他们改造成大型变现现场。然而这些都还只算是韩安冉夫妇为粉丝们准备的开胃菜，接下来这2位将在不到1年的时间里完成离婚、复婚再离婚的 S 操作。婚礼盛典结束后的第6个月，2019年12月，韩安冉突然晒出离婚证，并配文别骂我了，抱抱我吧，正式宣布与小猪先生离婚。而小猪先生也承认有出轨行为，粉丝们还来不及心疼韩安冉，转年的2020年初，两人又光速复婚了。韩安冉给出的理由是那句充满戏剧性的我的男孩长大了。都说出轨只有0次和无数次，小猪先生在他们复婚后的第2个月就再一次证明了这个说法。而这一次，韩安冉直接发布视频揭露小猪先生多次出轨，称他软饭硬吃，拿走自己的1200万。小猪先生则反击，指责韩安冉直播卖假货，甚至一度爆料说他吸毒，直到惊动了帽子叔叔才又改口说是打错了字。这样的撕扯一直持续到2021年初，两人正式宣告第2次离婚。至此，这位小猪先生的戏份算是杀青了，可韩安冉没有停下，站在风口浪尖上捞金是会上瘾的，而且他比谁都清楚，只要他愿意公开私人生活，就永远不会缺流量。每当网友快要忘记韩安冉时，他就会自动出现在热搜榜上，不是恋情就是婚讯，不是吵架就是复合，时不时的再出点什么婆媳矛盾，实在没招了就把自己的妈妈、女儿也拉下场。2021年9月8日，韩安冉突然宣布自己和一个仅仅认识10天的网红马泽鑫已经领证结婚了。很明显，这一次的爆点是闪婚。那么如果再跟上一个爆点，应该是什么呢？聪明的你是不是也学会了？答案是闪离。仅仅2个月后，他和马泽鑫同步官宣离婚。贴心的他担心观众只吃这个闪婚闪离的瓜太寡淡，于是他主动自曝，是自己对前男友旧情难忘，属于妥妥的婚内出轨。观众们刚想说一句好家伙，下一个爆点已经在路上了。接下来就到了风头最大、争议最多的第4任先生宋浩然的出场时间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宋浩然还没有到法定结婚年纪，根本不能领取结婚证。但韩安冉的思路很简单，领不了证可以先办婚宴呀。于是两人堂而皇之地办起了婚礼。年仅25岁的韩安冉开启了普通人一辈子都编不出来的感情轮回，还把每一次循环都变成了可兑现的流量资产。网友们更是给了他一个结婚测评博主的称号，也算是前无古人了。
其实我倒是觉得呀，韩安冉更像是一个互联网时代的金牌策划人，而且他绝对是属于天赋型选手。他擅长把自己的私生活拆分成一段可执行的运营节点，再把它们精准地投放到公众情绪的缝隙里，让争议自动发酵成为流量。2024年8月，韩安冉又主动掀开一段重磅剧情，宣布起诉自己的母亲，原因很直白。母亲拒绝将早年协议中属于她的价值2000万的2套房产过户给韩安冉，甚至还私自卖掉其中1套。母女2人的大战立刻引爆舆论，有人骂韩安冉忘恩负义、不孝女，也有人骂她母亲重男轻女、侵占女儿的财产。而韩安冉非常清楚，原生家庭这样的字眼一出现，流量就不会差，情绪越撕裂，她越稳坐舆论中心。紧接着9月份，韩安冉没有放过自己第2次生产这样直播带货的绝佳时机，毕竟这也不是她第1次直播生娃带货了。宋浩然抱着刚出生的女儿直播带货，产房不断有网红探望，被网友称为网红打卡地。韩安冉产后的第2天就上播了，网友们都忍不住竖起大拇指赞一句，是个狠人。时间来到2025年3月，韩安冉的感情线继续反转升级。她在直播中透露，她的第4任丈夫宋浩然向她提出离婚，导火索是婆媳矛盾和孩子教育。韩安冉指责婆婆利用孩子当流量密码，导致孩子遭到恶评，说起来满是心酸和愤怒。但更讽刺的是，她一边痛骂别人利用孩子，一边继续把孩子带到她自己的流量循环里。母女跳舞、亲子直播、家庭 vlog， 评论区骂声越大，她直播间的销售额就越高。她可太清楚怎么运作这套机制了。今年8月，韩安冉又主动公布，怀第3胎4个月时，因为胎儿发育受影响，不得不引产。原因说起来让人头皮发麻。她做了一个全麻整鼻手术，结果没多久意外怀孕，熬过了前3个月，却因为手术影响了胎儿，只能终止妊娠。这是一般人都不会愿意触碰的隐痛，但她却选择公之于众。网友们说他没有底线，只有他自己清楚，他只是在执行一个极其清醒的商业逻辑。他把生活运营成 IP， 把情绪当商品，把婚姻当节目，把家庭当议题。这一切看起来混乱、失控，甚至害人，但他的目标一直非常简单，赚钱到底。目前韩安冉依旧活跃在各大社交平台上，她的微博粉丝数量稳在412万，看上去她是一个无忧无虑的开心带娃的辣妈，只是恐怕没有人能猜到她接下来的人生还会写出多少新的剧情。你有什么想说的吗？欢迎留言评论。喜欢我的视频请不要忘了点赞、订阅和关注哦。奇怪的世界故事多，我们下期见。